卜新手的小建议。那你做推运的，你就去到处要人家生辰八字啊。这个有点难拿吧？就是可能或者小姐，或是给我你的生辰八字，或是你去观察。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i， 欢迎来到塔罗急诊室。这是个关于西洋占卜、宇宙讯息、身心灵的频道。每星期我都会更新塔罗占卜或是星座类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订阅，按下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哟。某一天跟朋友聊起占卜这一块，也意识到最近身心灵占卜的资讯是越来越多了。今天我就单纯从占卜师这一块来跟大家做点分享。一个占卜初心者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Miki， 我想问一下，那你觉得身为一个占卜的初学者，应该要注意到的是什么？首先先锁定一个主题，像是占卜种类，我们占卜种类很多嘛，有卡牌，有水晶球，那像推运的就有星座运势我们东方有紫微斗数，对，那现在还有一些近年来就还有魔法类的，那还有认识自己的，像魔法类有魔法类的很多，太酷了吧？对，然后还有认识自己的，像你现在在学的人类图，对，还有生命灵数这种都是属于认识自己的。对，所以要选出一个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主题，再去深入的学这样子吗？对啊，因为你必须要找到自己一个最喜欢的，你才会有办法深入学习嘛。对啊。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那怎么有办法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或是要学什么？当然一开始也都是从广泛了解开始有个大概了解，初步认识。就是你可能会去涉猎一部分的塔罗牌、卡牌，然后有些就是星座嘛，你可能会去涉猎大概的，或是对人类图有点认知，就是基本的了解以后，然后你可以自己自然而然自己就会知道自己对什么特别有天分，或是感觉特别的强这样子。就是那你一开始也是广泛的去学习吗？我一开始没有其实我还蛮特别的，是我一开始就是喜欢卡牌。这么特别？应该说最一开始，我们小时候嘛，就是会知道去看星座这些东西。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可以说对星座有一定最基本的认知。可是因为星座它是推运类，所以它必须会有什么行星之间去交互的影响什么，这是推运，那它其实比较复杂。然后我对于角度的计算，我可能又有点障碍吧。对，很难呢。对，所以然后后来就刚好高中的时候接触到塔罗牌嘛。所以从高中开始，然后就觉得很有趣，而且我看这些图我也很喜欢牌意的图。那我又特别的就是会觉得说，我看到这一张牌，我知道他在说什么。对，所以就是开启了一段旅程。对，就找出对卡牌的这个兴趣这样子。好酷哦！对啊，这其实就像我们去找这个，就像我们大学时候会有分主修嘛。你今天主修英语，你就是主修这个东西，你会去钻研这个东西。对，那你主修英语的时候，你就不会花太多时间在日文甚至你根本就不会去接触日文西班牙文什么的。对，就是你主修这个东西。一开始像我之前有接触到一点塔罗牌，然后那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必要去花钱上课吗？因为你知道，就是有时候看了一下，看到一个讯息，你搜寻一个讯息 ，Google 就一直跳讯息说上课的讯息什么的讯息。那你自己觉得你在学塔罗这一块的时候，有到花钱去上课吗？其实选好了这个主题后，我们当然就是会想尽办法的去钻研它啦。那现在其实你说 YouTube 或是你部落格什么网络上的资讯也很多，就是免费学习，尤其是卡牌、星座卡牌这个真的是很多。有些人会找到自己的系统，然后去学习。那因为现在资讯真的很多，但是这就不一定要去上课。但是如果他是有一个课程的，像有些老师会出来举办课程的，那往往是比较系统性的，就是他已经帮你整理好，除了他可能课程是有一个脉络，他知道说你可能就是从牌意先学，从第零语者到最后，或是然后他就会一个，然后他可能会系统性的教。那这对有些人来说是比较有帮助的。因为网络上的资讯多，但是分散，你必须要自己去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那有些人，而且课程有时候有课程好处就是它时间定在那，你什么时候就是得去上课。对，不然有些自学，因为自学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发懒嘛。
就是明天再说吧，明天再看吧，这看个人嘛。而且我觉得自学啊，它那种大纲就是你学习的时候，它会教你一个系统式的教学。对，那如果不是，应该是你去上课会你去上课的时候会有这个系统，去上课的时候会有系统的教学。可是如果是自学的时候，你就可能我今天要查一个愚者的牌意是什么？那我就是可能就只有查完了就没事了，就没事了。对，然后那不然就查一个什么？对，就变成是这种片段性的。对，而且其实查资料也是很花时间的。而且会发现，因为其实我们一张牌在不同的牌阵，它解出来的方式的东西是不一样，所以自己查资料，尤其是卡牌，你会发现你找的资料不大一样。对，一张牌它的解释方式不大一样，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它可能那时候被放在不同的地方。对，我自己是自学的，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呢，就接触了塔罗牌，然后就很喜欢。所以我那时候买了一副，就在书局买了一副清水灵子的塔罗牌。那副牌其实现在就真的只能当收藏，因为它其实非常不好解的牌。那我那时候也不懂，所以就是很漂亮，然后就买了，对，然后就对这个感兴趣，然后就一直到大学时候呢，我就加入了社团，那时候是西洋占卜社，很冷门的社团，但是对，就是西洋占卜。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指导老师，他是中华民国占星协会的会长，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是有系统的在教我们。对，所以一半一半吧，就算有自学，然后到有系统，然后再有系统的补充。所以我的学上来也是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蛮幸运的，对，刚好有一个老师，而且他是愿意教我的。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他都是愿意去帮忙，然后他的教材也都做得还不错，这样子。那现在很幸运，因为其实现在外面课程好像很多都很贵耶。对啊，但是因为它毕竟是门技术嘛，就像我们聘请律师、聘请会计师，其实也不便宜。但是你想，人家花多少时间去掌握这一门技术？对啊，像一个占卜师的养成，真的也不是说把牌一背一背，就好了这样子。对啊，我们也是跟那种什么律师啊、会计师啊、什么老师、医师一样，就是我们也是要层层的关卡，一直练习、反复练习，才有就是今天可以再帮大家服务解惑的机会。对啊，这也是我要讲的。你刚刚问的说，占卜师初学者需要注意什么？就是毅力吧。毅力，对，真的毅力很重要，因为就是不断的练习。对，就算已经是占卜师了，其实你还是要很长的去反复练习，不然你真的有时候你太久没有练习，你再看这张牌，你这样不熟会陌生。对，会陌生。对，而且我们其实有时候没事的时候是会去看其他的范例，对，会去看其他人解牌。因为有时候我可能没想到说，原来这张牌可以这样解释。对卡牌占卜，像塔罗牌啊、天使牌这种来说呢，每日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是每日抽牌。我记得你以前有做，对，以前有做，就是早上的时候就是每天早上抽摸，对，就是其实这样摸，你就会对这个牌有更深的一些感触，然后或者是把每天一个心情。就是抽牌，然后去看说，对照一下今天的心情，感觉如何？那你就可以跟这个牌有多一点的认识。对啊，其实这样学是最快的。那当然，其实更快就是你直接上场帮人家占卜啦。对，就是因为你占卜是有牌阵，然后你是要面对真人的，他是有问题在问你的。一开始你可能还需要讲就是牌意的书辅助什么的，那久了大概看久了，你练习久了就会知道说，原来就是这样解牌，这张牌就是什么意思。对啊，因为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持续练习，因为每一个主题的系统都是很庞大的。我们说塔罗牌它78张牌有正反面，然后它每一张的图面都有很多的意思。对，这个不只是背了牌意就好，那它在不同的牌阵里会有不同的解法。那你如说像占星这种更庞大，它是这么多行星的互相影响角度什么的，那真的我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很认真的去学占星。那真的很厉害。对啊，这真的都需要花很多时间练习。对，因为其实我想问的还有一个就是在在解牌的时候啊，你有什么样的诀窍？
小配博，小 paper， 其实当然就是牌意要熟啦。你真的没事把它当小说看这样子。牌意要熟以外，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你跟这个牌熟。对，以外就是你必须要很客观，就是你要站在那个上帝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客观很难很难，因为像你要以一个完全第三方的角度去看问题。对，然后有些初学者呢，就是他一开始是帮自己身边的好友占卜。那像假设我跟你很熟，我知道你现在的状况，那我很容易，那初学者就很容易会因为主观意识，然后去曲解这个牌意。对，就是明明抽的是可能不好的牌，可是他可能因为有人情，你这样认识他可能就怕说讲这个会伤害到人家，会不好意思，就是会很婉转的对，但是可能就说也还好啦，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其实明明人家就出个什么不好的牌啊，对啊，他还想正面的回答他，对，然后希望他不要受伤，对。但其实婉转跟曲解这个牌意是完全两回事。这也是我们需要练习的，就是占卜师你要怎么在一个负面的牌面的状况下，你要怎么去解释给你的问卜者听？这是一门学问。对，因为你不会讲话的话，你真的可能被揍啊。这其实虽然事实牌意可能真的就是这样不好的，可是你直接说就不好啊，对吧？那就分手啊，是什么的？那人家要听的不是这个。对，就是就算是不好，你要怎么去包装这个不好的？但包装不是说你害怕，所以你去曲解这个牌意。那你觉得会很像心理咨商吗？也有一点，毕竟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去顾虑到对方的想法。对，这个熟跟不熟的人，我觉得在我这边我都是一样，因为你今天来问我，你就是想要一个答案。那答案如果不好的话，我可以理解你可能很难过，我会想办法，就是当然也是想办法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式可以帮你。对，但最主要的是要你当下的情绪是希望是平稳一点的，然后去协助问卜者去接受这个结果，这样子。真的，对啊。所以如果要给一个初学者的建议，就是比较像是他要找出一个他有兴趣的主题，或者是去多方尝试，然后不断的练习，然后要客观一点。对，主要就是这三个，就是你去找一个你最想要学的主题。对，不要说你今天想塔罗，明天想占星，当然在摸索期这个是 OK 的，没有问题。但是当你决定以后，你就是照着你的决定去学，不然会混乱。然后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一般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学的也不转，对，学的也不转。像你现在学人类图，它就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你不可能说我人类图学，然后我还要再去每天去钻研它，不可能，那太累了，太累了。然后不断的练习也真的很重要。就是不管你是做哪一个主题，你都可以去假设你做塔罗牌，就是我刚刚说的每日抽牌嘛，或是你就帮朋友算嘛。那你做推运的，你就去到处要人家生辰八字啊，就是很难拿吧？就是可能或者小姐，或是给我你的生辰八字，或是你去观察，可能你做推运的话，他们可能也会做时事。对，就是可能最近比较怎么样，这跟那个印度神童有点像，就是它是吠陀占星嘛，对，其实也就是占星术。那它也是运用行星之间的那个星体运行的那个相互影响去推算。对，所以他不是神，他只是对这个东西很了解。对，知道引力，因为引力它会，其实行星这个引力它是会影响气候，影响运势。这个怎么讲？很难用科学的讲法讲啊，可是它是会有影响的。对。然后就是要客观，当然也是就是适时的去寻求帮助啦。对啊，因为你自己其实闭门造句，学，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学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对，因为我们人就是有时候会一直往一个方向走，可是其实可能那个是比较偏的，或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对啊，那也就是在钻研的时期，如果你知道你身边有会这一门主题的，你可以问他，然后去讨论，这样的其实方式也是蛮快的。对啊。以上就是 Miki 给各位占卜新手的建议。影片中可爱的珊珊也有在经营频道哦，对人类图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起来，频道网址放在影片内容部分。我是 Miki，
如果还有什么没讲到的，希望补充的，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